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这次我将解说菊岭所著的《即使是业余爱好者也能通过股票变富的方法》这本书。虽然你可能对投资一无所知，但这本书旨在向业余爱好者传授如何在股市中实现财富。如果你想了解赚取股票收入的方法和股票的基本原理，这本书特别适合你。最近你是否频繁听到 FIRE 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实现经济独立并早期退休。简单来说，这表示你不必过度努力工作以赚取生活费，而是能够获得足够的被动收入。要实现这种经济独立，你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仅仅在公司工作通常是不够的。为了积攒这笔财富，你需要让一些资产为你创造收益，促进资金的增长，这就需要投资。股票投资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投资方式，而且我们可以从小额开始。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详细解释通过股票赚钱的方法。首先是股票交易，其次是市场崩溃，既是困境也是机会。第一种通过股票赚钱的方法是交易。当我们谈到通过股票赚钱时，你是否会想象到一群人坐在显示器前，专注地观察着神秘的图表，预测价格波动，然后忙碌地进行买卖呢？是的，这就是交易，一种在短期内通过股票买卖赚取利润的方法。由于交易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深入研究每家公司的信息并不是必须的。这种方法不考虑公司的本来价值等因素，只关注股价未来是上涨还是下跌，然后反复进行买卖。由于这种方法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利润，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数量是相等的，使其成为一个极富竞争性的领域。据说在美国，70%的日间交易者在1年内失去了所有资产，最终退出股市，能够幸存下来的只有约5%。尽管市面上流传着许多通过交易赚钱的成功故事，人们容易认为这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然而，实际上，这些成功者只是极少数能够战胜激烈竞争的人，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失败。因此，选择这种交易方式的人必须具备与资深竞争者竞争并脱颖而出的信心。接下来是第二种方法，即个股长期投资。不同于交易，这不是通过短期交易来赚取利润的方式，而是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这种方法涉及深入分析企业，找到股票价格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优质股，购买并持有它们，然后等待它们增值。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认为是股票投资的经典方式。取得巨大成功的人被称为投资之神，例如沃伦·巴菲特先生，他选择投资的股票中就包括了可口可乐公司。虽然可口可乐是一家众所周知的大企业，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公司正面临与百事公司的竞争压力。通常情况下，购买一家经营困难的公司的股票可能会让人有些犹豫。然而，在这个时候，可口可乐公司正在进行经营改革，专注于盈利的业务，并退出不盈利的业务。通过仔细的企业分析，巴菲特先生意识到可口可乐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并预测该公司将在未来取得增长。于是，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价大幅下跌时，巴菲特先生开始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结果证明非常成功，从1987年到2000年左右，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价每年增长约 20%。巴菲特先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于个股长期投资，应该如何选择股票呢？这需要进行全面的企业分析，利用各种指标，如每股收益、股本回报率、市盈率等。为了在个股长期投资中取得成功，您需要花时间学习这些指标。接下来是第三种方法，投资于指数基金。对初学者来说，这是一种推荐的方法。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只需在低成本的券商处购买指数基金即可。为什么选择这种方法呢？我将对此进行解释。如果你购买单个公司的股票，那么当该公司的股价下跌时，你将损失严重。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你购买的公司破产，股票将变得一文不值。在这方面，我要纠正一个与股票有关的常见误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通过股票赚钱好像什么都没做就能赚钱，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一个误解。你并不是什么都没做，拥有股票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拥有该公司的一部分。换句话说，
当公司的价值下降或破产时，你将承受资产损失的风险。根据这一立场，股票投资是一种机制，你可以在获利时获得相应的份额，而不是一种不公平的方法。你正在接受风险，并因此获得回报。现在，让我们回到主题。由于这次的目标是稳定的增加资产，需要采取措施，以防止像个股投资那样，如果一家公司破产，就会一败涂地。这种方法就是分散投资。这意味着通过将自己的资产分散投资到多家公司，即使其中一家公司破产，其他公司的表现良好，也可以进行补偿。然而，像个股长期投资那样，预期长期盈利的大公司的股票，一股买下来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金额，而且要分散购买很多股票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指数基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我将解释一下指数基金这个词的意思。首先，基金是指从大量人手中募集资金进行资产管理的金融产品。然后，可以将指数基金视为股票市场全体股票的缩影。例如，您可能听说过日经平均，这是日本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公司中，从日本各行业中挑选出的225家代表性公司的平均股价。换句话说，购买日经平均的指数基金就意味着同时购买日本的225家代表性企业的股票，这与购买世界股票市场指数基金的意思相同。在这里，我解释了关于日本股票指数的内容。与之类似的是，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股票指数。在本书中，我们建议购买与全球股票指数相关的指数基金，并实现对全球代表性企业的分散投资。为什么不选择日本的指数基金呢？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停滞不前，即使进行了分散投资，如果整个市场都没有增长，那么就不可能获利。如果投资于整个世界，就一定没问题吗？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至少到目前为止。从长远来看，全球经济一直在保持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增值的系统，公司通过吸收投资并产生超过投资金额的价值。这就是这个系统的工作方式。从小范围来看，公司可能会破产，某个领域可能会完全消失，剩下的公司产生了比已经消失的公司更高的价值。因此，只要全球的公司体系持续运转，从全球范围来看，增长就会持续下去。事实上，全球陷入的大萧条、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次贷危机、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冠冲击，曾一度导致全球股价短暂下跌。然而，全球经济成功克服这些困难并继续增长。美国代表性的指数标普500指数甚至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换句话说，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一直在克服各种不景气，并持续增长，而利用这一增长赚取利润的方法就是投资于世界股票指数基金。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投资的优点，但投资于指数基金的缺点是，由于跟随整体平均增长，因此不能期望像投资个股那样在几年内取得数十倍的利润。这可以说是一个缺点。让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迄今为止的讨论。股票投资主要包括3种方法：交易、投资个股、长期投资和指数基金。交易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巨大利润，但另一方面，95%的人可能会失败。个股长期投资可能获得丰厚的利润，但需要进行深入的企业研究，需要花费时间。指数基金是一种简单的方法，无需复杂的思考，但利润只会是平均水平。接下来是第二个观点，暴跌并非危机而是机会。一旦决定开始投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可能很多人会想，如果股价暴跌，怎么办呢？当存款在银行时，存款本金不会减少，但如果投资于股票市场，即使进行了分散投资，本金也可能会大幅缩水。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逃避暴跌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投资于指数基金，并在面对这种暴跌时该怎么办呢？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在亏损更大之前，卖出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对于那些打算进行长期投资以获利的全球指数基金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焦点。在暴跌时不要卖出，相反，要冷静地继续购买。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正如刚才在指数基金的解释中提到的，世界经济在历经多次衰退后都成功复苏。事实上，
即使在次贷危机中，股价在下跌了半年后止步并呈上升趋势，3年半后回复到下跌前的水平，4年半后股价创下历史新高，几乎没有不会结束的衰退。知道这一点，我们可以得知，暴跌实际上是一个机会，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在暴跌时，人们往往感到不安，认为衰退将无休止，在这个时候相信全球经济将复苏，坚持投资的人将成为长期投资者中的赢家。总结到目前为止的内容，暴跌不是危机，而是机会。世界经济迄今为止都一直在成功复苏，如果未来会复苏，股价的暴跌实际上是一个以更便宜的价格购买的机会。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